最近，德国铁路公司与法国铁路公司合作，开通了德国柏林到法国巴黎的直达高铁。德国交通部长亲自主持开通仪式，以庆祝这一历史性时刻。两地距离约1100公里，肯定没有1200公里。耗时是多少呢？告诉大家可能都不信，8个半小时。这是德国铁路公司时刻表上的时间，与报道的8小时不太一样。算上中间停靠站点，平均时速不到140公里，这就是德国高铁哈。如果是中国高铁，1100公里的距离，大概不到4小时。比如北京到上海1368公里，最快耗时4小时18分钟。就是说，中国高铁至少有德国高铁2倍那么快。在德国境内约700公里，耗时6小时；在法国境内约450公里，耗时2小时。每天开行一班，二等座票价，我刚才看了德铁官网，二等座票价223欧元起，报道中说是60欧元起，估计只是开通时的促销价，网上也没有看见有打折的价格。与飞机旅行相比，价格上没有一点优势，而且德铁是出了名的经常性晚点，正点才是意外。对于这每天只开行一班，票价比飞机还高，速度又如蜗牛的德国柏林直达法国巴黎高铁，网友们怎么看呢？我们来看看柏林广播电台油管频道上的网友评论。第一条评论，这是我自己发表的一条评论啊。作为比较，北京到上海1368公里，中国复兴号高铁只需4小时，我应该再加上18分钟，这样就更准确了。下一条评论，到巴黎的最后400公里耗时2小时，从柏林出发的前800公里耗时6小时，交通转型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啊！继续往下，行车时间8小时，加上晚点8小时，哈哈哈哈。我们继续往下，列车晚点也包括在车资中吗？下条评论，我没看视频，我估计这8小时是这样划分的：7小时到达法国边界，其余1小时就到巴黎。需要注意的是，7小时不包括任何晚点哦。继续往下，8小时就可以从柏林到巴黎，再加上每次还有8小时的列车晚点，这样听起来就不那么棒了。下条评论，时速320公里的话，无法观景了，但在德国的这一段铁路又补回来了。德国知识点评，这个人其实是在讽刺德国铁路的龟速啊。下一条评论，我还能回忆起上世纪60年代，巴黎经过柏林、莫斯科到达北京的列车。我当时住在明斯特，不得不在 Ham 上下车。我们往下看，1200公里要花8小时，这没什么了不起的。我们继续往下看，以前欧洲的铁路比现在好1000倍，而现在一列火车用1天的时间，大家在庆祝它，同时不知道它会开到哪里。下条评论，哇，德国高铁时速320公里，令人印象深刻呀。我们继续吧。坐8小时火车才到巴黎，很糟糕，而且比坐2小时的飞机更贵。让我们继续往下看。作为对比，东京到福冈与柏林到巴黎的公里数相同，需要4.5小时，每天开行56列，这哪里值得一提啊？可悲的德国，如此富裕却如此低效。德国知识点评，东京到福冈大约1150公里，这位网友说4个半小时，而北京到上海1368公里，4小时18分钟，足足多出了200公里的距离，而行车的时间是一样的，所以中国的高铁肯定是远远的要高于德国人表扬的日本的新干线。下条评论，30年前就有过柏林到巴黎北站的夜行火车，经过科隆、比利时的列日、布鲁塞尔等站，那是正常开行的班列。好，下一条评论，奇迹呀！巴黎看起来就像柏林、施邦岛一样破败。
下一条评论：可惜啊，计划中的柏林到意大利罗马的德国高铁班列取消了。大家认为11小时的行车时间太长了。我们继续。德国铁路公司更应该加强短途班列，以便没有那么多取消运营的情况发生。如果能有准点的列车就好了。我们继续往下看。但是只有在法国境内，火车才跑得起来。德国的火车还像上个世纪一样，8个小时的路线只能算一般般吧。下一条评论：正常情况下到达巴黎时会晚点多少时间？我们往下看。政客们在谈论交通转型。我邻居的工作是倒班制的，他有时不知道该如何去上班，因为公共交通太糟糕了。他骑自行车上班，已经出过2次事故了。好，我们往下看吧。还有比这更尴尬的吗？德国火车龟速跑，法国火车才能快跑。西班牙的高铁在巴塞罗那和马德里之间640公里的距离只需2小时28分钟。你还能说什么呢？最重要的是，秘鲁利马的自行车道很好，刚铺好柏油路。好吧，柏林的废柴政府正在按部就班地完成任务。下一条评论：在现实中行不通的事情，还搞这么一个庆祝活动。由于晚点，旅客们已经在站台上睡着了，当然是站着睡，因为站台上没有座位。下条评论：太疯狂了！我就站在慕尼黑火车站的第19站台上。我的高铁 ICE 634号计划5点14分发车，但现在连个影儿都没有，也没听见广播。应该是数字版的 ICE 2代火车。德铁的 APP 一直在提示新的发车时间，梦幻般的场景啊！德铁的高铁 ICE 从柏林开往巴黎。好，我们再往下。嘿，好吧，这个高铁班列，但如果在2024年需要8小时才能走完这段旅程，那么德国高铁又有什么用呢？德国的汽车游说团体的功劳。在法国高铁从巴黎到马赛仅需3小时。好吧，这只是不到800公里的路程，比巴黎和柏林之间少了250公里左右，但已经很不错了。德铁仍有许多工作要做。如果铁路网络不完善，高铁又有什么用呢？下一条评论：时速大约137公里每小时啊，闪电般的速度，让日本新干线相形见绌。德国知识点评下，大家发现了吗？一般来说啊，说人家快的都会说是日本新干线，不会说是中国高铁的，因为德国媒体极少会报道中国的高铁有多快，更不会报道中国的复兴号以每小时350公里的匀速行驶。我在德国坐过无数次德国的高铁，他们超过300公里每小时的，以秒计，就是几秒时间达到300公里或者超过，然后呢就又回到了300公里以下。大多数时间在客运专线上的大多数时间在每小时250公里左右，而在其他路段一般是120公里到150公里每小时左右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。报道中提到只需8个多小时，柏林到慕尼黑应该需要5个小时，但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。上周我乘坐的时间是7个多小时。我想如果火车能到达的话，坐火车去巴黎的实际时间应该是12到15个小时，而不是什么8小时。我敢肯定，火车会经常被取消，或者被3辆火车取代。德铁请求原谅。我们看下条评论。这位网友在讽刺德铁的不准点，他说：“我为法国人卷入德国铁路公司的德国准点的扑克牌游戏感到遗憾，就像瑞士人和丹麦人一样，他们早就应该意识到，在合作项目上，德国的这一部分是多么不可靠。”下一条评论：如果是4小时，还值得报道一下，但8小时，对不起，这太让人伤心了。继续往下。在中国，火车不是8小时，而是4小时就到了。我们再往下。
与8小时内到达巴黎的列车相比，德国铁路公司最终应设法准点运行哪怕一列火车。下一条评论：如果在德国小城市有更多的火车车次，我觉得更好。德国国企德国铁路公司的任务不是只为一小撮精英出行服务的。继续往下，行驶1000公里要8小时，德国高铁的行驶速度有多慢啊？我们再往下，我还是坐飞机吧，更轻松、更快捷、更便宜，而且准时。下一条评论：火车需要好几天才到达法国边境。呵呵呵，不过从法国开始，火车就很快，不会晚点。下一条评论：我还是说10小时内到达吧，因为任何其他欧盟国家都可以准时，但德铁真不行。下一条评论：8小时太长了，在法国可以以时速320公里行驶，在德国以时速200公里行驶，这个国家完蛋了。我们继续往下，坐8个小时的火车，再加上晚点，与之相比，坐1个半小时的飞机更便宜，而且还包括点心。火车上几乎看不到任何风景，因为火车在桥梁或隧道中行驶。下一条评论：难道我们就没有其他烦恼了吗？这有什么意义？他们更应该把我们的短途交通提高上来。好，继续往下。几年后肯定因为需求不足而取消这个班列。我们再往下，比非洲摩洛哥的火车还要慢。下一位网友跟帖道：有什么好笑的？摩洛哥火车时速可达350公里。下条评论：遗憾的是，乐观的计算，8个小时的路程只相当于平均时速100公里。如果能到达的话。下一条评论：飞机更快、更酷、更便宜。另外，如果使用德铁，你可以在8小时基础上再轻松地加上4个小时的晚点。下一条评论：8小时，日本和中国都笑翻了。这又是我的跟帖。相比之下，北京到上海1368公里，中国复兴号只需4个小时即可到达。柏林巴黎约1112公里，如果准时的话，8小时才到达。朋友们，很多评论都是吐槽德铁晚点的，我就不一一翻译了。有的说8小时到巴黎只是纸上谈兵，实际上会晚点数天或者数小时。还有的网友说，还是坐飞机吧，更快、更便宜，而且更酷。好吧，这就是今天关于德铁开通直达德国首都柏林到巴黎的高铁。距离呢1100多公里，耗时呢8个多小时，这就是2024年德国的高铁的状况。大家看到之后感到震惊吗？好的，你们有什么想法，请在下面留言，咱们下期见。